玉父亲他随王爷去了。娘娘，您保重。听完浣碧殉情的消息后，甄嬛为何会扯断手中的佛珠？究竟是为浣碧去世而感到悲愤，还是另有原因？今天让我们来探究下其中缘由。在听闻浣碧殉情的消息之前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甄嬛经历了什么。在甄嬛一路披荆斩棘，最终成为宫斗冠军的过程中，她得到了很多，也失去了很多。先是纯常在，后是刘珠，接着是情深意重的姐妹沈眉庄，她们每一个人的离世对甄嬛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，但到底还能收起悲伤的情绪继续前进。然而皇上却要逼他杀果郡王，他从来不会杀自己人，何况这个人是他的一生挚爱。那杯毒酒他原本是要自己喝的，结果果郡王为了保全他，趁他关窗之际调换了毒酒的位置，自己喝了有毒的那一杯。就这样果郡王死在了甄嬛的怀里。面对挚爱的死亡，甄嬛又能做什么呢？她什么也不能做，还要装作若无其事，演给皇上看，演给这后宫中的其他人看。这种有悲却不能发泄出来，可想而知有多痛苦。前一秒甄嬛还能故作坚强地接过锦汐递来的药丸，下一秒情绪就绷不住了。锦汐，明天是他出殡的日子，是，我好想去送一送他。我有什么值得他救的？值得他陪上一生？我爱了他一辈子，也辜负了他一辈子，连他现在为我而死，我都不能为他痛哭一场。从这儿我们可以明白，在甄嬛的心里，她对果郡王是十分愧疚的。她认为自己辜负了果郡王的一腔深情，心里已经万分悲痛。可没过多会儿，浣碧殉情的消息就传来了。紧接着啪一声，甄嬛扯断了手里的佛珠。甄嬛此时为什么会扯断手里的佛珠？其实真正原因是因为她心底的最后一根弦儿也如这佛珠一样断了。在听到浣碧的殉情消息前，甄嬛还在坚持念佛经，想用佛经安抚自己那颗千疮百孔的心。自甘露寺回来以后，甄嬛每一日都殚精竭虑，紧紧绷着心里的那根弦儿，丝毫不敢懈怠，拼命为自己的家人和孩子谋一个好前程。她已经够累了，此刻再也装不下去了。或许那一刻甄嬛突然很羡慕浣碧，因为甄嬛曾在果郡王临死前哭诉：李元凤一别已是终身大错，我求你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带我离宫，我不想在这里，我不想在这里，我求你带我走，你带我走。然而甄嬛要保护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她不能为果郡王殉情。可浣碧却能无牵无挂地跟果郡王走，与果郡王葬在一处，这是甄嬛永远都不能做的。甄嬛终是要在这无形的枷锁下坚强地活着。她想要挣脱这枷锁，所以扯断了佛珠。可惜佛珠能扯断，枷锁却挣不脱。她恨这枷锁，更恨给她戴上枷锁的皇上。而且大家都没有注意到，佛珠有一个象征意义。在我们的佛教文化里，佛珠象征着慈悲，此刻拽断佛珠代表着甄嬛对皇上杀心一气。在此之前，甄嬛的目标都只是搞垮皇后，在宫中屹立不倒，而从此刻起，甄嬛的目标已经变成了屠龙。后来甄嬛与宁嫔、叶澜依的对话也可以说明这一点。那就别轻易放过他。不急，这里是叶澜依在公道上偶遇甄嬛，特意提起皇上要砍掉果郡王的合欢花。叶澜依是想要提醒甄嬛，别忘记果郡王是怎么死的。这个他指的自然是皇上，而甄嬛面色冷静地说不急，也表明了甄嬛屠龙之心的坚定。讲到这儿，可以说甄嬛扯断佛珠代表着甄嬛对果郡王的哀思愧疚，对皇上的厌恶憎恨，以及对挣脱枷锁束缚的向往。看到这儿，或许有观众想问，甄嬛扯断佛珠背后的原因，除了以上这些，真的没有一点是为浣碧感到难过吗？答案当然是有的。当初刘珠身死，甄嬛都伤心了一场，而浣碧和刘珠一样，是从小陪着甄嬛长大，何况浣碧还是甄嬛的亲妹妹。或许很多人会认为甄嬛对浣碧这个同父异母的亲妹妹感情不深，
其实不然，剧中有多个明显的细节，其实可以体现出甄嬛对浣碧有着深厚的感情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细节一，在甄嬛帮助安陵容得宠之后，一次甄嬛让槿汐给安陵容送10斤水和人丹丸药防中暑。浣碧本就对安陵容得了宠这事儿感到愤愤不平，此刻又看到甄嬛对安陵容这么体贴关怀，于是就开始阴阳怪气。槿汐提醒浣碧不能这样，浣碧却不听，继续阴阳怪气了一句后就扭头进了屋。槿汐对浣碧的行为略感到不满，这时刘珠说了这么一句：小主在家时就多让着他，宠得跟二小姐似的。通过刘珠的这句话，我们不难看出来，甄嬛对浣碧确实非常好，连刘珠都觉得浣碧的待遇不像丫鬟，倒像是二小姐。之后，甄嬛为了安抚浣碧的小性子，还将安陵容赠予自己的2匹浮光锦也送了浣碧1匹。要知道，浮光锦不易得，安陵容早就向甄嬛表明自己舍不得穿，特意拿来送给姐姐。聪明如甄嬛，她何尝不知道将浮光锦送给浣碧不妥，可她还是送了，这也更加说明了甄嬛对浣碧的宠溺。细节2，浣碧私烧纸钱被曹琴墨发现，曹琴墨威胁浣碧为他做事，否则就将这事儿说出去。于是浣碧不得已背叛甄嬛。后来甄嬛略施巧计，给华妃使了绊子的同时，也揭穿了浣碧的背叛。甄嬛夜审浣碧，与他谈心，一番交谈后，最终甄嬛还是原谅了浣碧。华妃他们一定会记恨于你，你日后行事要格外小心。常言道，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甄嬛的底线为了浣碧，那是一再的降低。细节3，皇上给浣碧和果郡王赐婚，甄嬛将浣碧认作义妹，还为浣碧准备了丰厚的嫁妆。按照娘娘的意思，陪嫁除了内务府的那份，永寿宫按3倍之数再为玉隐姑娘添置嫁妆，由静妃娘娘主婚。甄府从前的丫鬟彬儿随玉隐姑娘入府主事。甄嬛不想浣碧的出嫁之礼逊于沛国公府，之后低人一等。除了以上这些，剧中还有很多细节，都可以说明甄嬛对浣碧是有感情的，而且感情还很深厚。所以甄嬛扯断佛珠，也有为浣碧去世感到难过的原因。甄嬛的一生可以说是看似圆满，实则缺憾。登上巅峰，却发现同行的人都已不见，终是不能做到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了。浣碧对甄嬛好不好？抛去浣碧暗中勾结曹贵人背叛过一次甄嬛，以及浣碧身上多少有些看不惯不谈，浣碧对甄嬛无疑是真心的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浣碧对甄嬛真心真在哪儿。首先，浣碧作为甄嬛的贴身丫鬟，她清楚甄嬛的喜好，知道甄嬛害怕打雷，所以当雷雨夜皇上在翊坤宫大酒店，浣碧第一时间跑到甄嬛身边安抚甄嬛，并且还提出自己留下来陪甄嬛。小主从小就怕雷声，尤其是这殿上。以前在府中都是夫人陪着小主，进宫后皇上也多半陪着。今天就让奴婢陪着小主好吗？可见此时的浣碧是真心真意待甄嬛。她不仅记得甄嬛害怕打雷，她还记得在甄府时，一旦遇上打雷天，都是甄母陪在甄嬛身边，所以她希望自己留下来，能让甄嬛安心。其次，甄嬛有孕在身，被华妃罚跪的时候，大部分人都求华妃放过甄嬛，只有浣碧不顾一切跑去寿康宫求见太后。要知道，太后如此尊贵的身份，不是人人都能见的，更何况浣碧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丫鬟，一个小丫鬟胆敢强行冲进寿康宫，往罪名上说就是冲撞了太后，扰了太后。你进了这儿也进不了里头，惊扰了太后，几条人命都不够抵的。尽管侍卫说出了冲撞太后的下场，浣碧依旧想都没想就要往里冲。好在浣碧再次硬闯时见到了阿静，阿静又将甄嬛被罚之事告诉了果郡王，甄嬛这才得以救下。后来甄嬛与皇上离心，自请出宫修行。浣碧原本可以不用陪着甄嬛出宫，加上甄嬛为浣碧安排的去处，就算浣碧平时多少有点看不惯在身上，得罪了不少人，但有梅姐姐和静妃护着，浣碧在宫里也不会吃什么大苦头。如果说浣碧入宫只是为了享福，那么她大可听从甄嬛的安排留在宫中，但她没有，她还是跟着甄嬛出宫了，并且在甘露寺的时候，看柴挑水洗衣做饭，浣碧都是抢着去做，能不让甄嬛吃苦就尽量不让甄嬛吃苦。就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，她还是笑着宽慰甄嬛。这双手长满了冻疮，红的、青的、紫的。小姐你看，这红的是珊瑚，青的是绿玉翡翠，这紫的是紫英石。
如果说姐姐喜欢的我都要抢，成了浣碧最讨人厌的那一部分，那么咱们再来看看甄嬛开启副本。浣碧得知甄嬛和果郡王相爱之后，她有一次破坏过他们的感情吗？很明显没有。并且在得知果郡王死在归途的消息时，是浣碧求甄嬛留下腹中的胎儿。张姐，你不能喝这个药啊！你要保住这个孩子，这可是王爷唯一的骨肉。人人都知拽妃爱果郡王爱得深沉，却不知浣碧也是如此。人人都能理解宜修对纯元的怨毒，却不停地指责浣碧的不堪。要知道当初甄嬛和浣碧摊牌的时候，给浣碧的许诺是浣碧母亲的名分，以及给浣碧谋一个好人家。如今浣碧跟着甄嬛在寺庙吃苦受累，还自动断了自己后半生的幸福，一心想着帮甄嬛养孩子。你说浣碧她不真心，她又是图什么呢？除此之外，书中甄嬛回宫后，瓜六嘴里涂了开塞露讥讽甄嬛她二妹。浣碧冲动之下，不顾上下尊卑，不仅把瓜六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而且还直接上前给了瓜六一巴掌。要不是梅姐姐护着浣碧，或许浣碧会因为这一巴掌丢了性命。更别说安小鸟害了针眼的老婆孩子之后，甄嬛和浣碧一起去看疯了的针眼。瞧着针眼的模样，浣碧对安小鸟的恨意尤为明显。于是浣碧暗示甄嬛杀了安小鸟，以报大仇。小主，现在他已失宠了，我们正好无声无息地了结了他。如果说浣碧没有真心真意对甄嬛，她会把甄府的人当家人吗？她会不顾自己的性命为二小姐出气吗？她会暗示甄嬛杀了安小鸟吗？很明显，浣碧除了想让她娘的牌位进甄府，和曹贵人勾结背叛过甄嬛一次之后，她再也没有对甄嬛不忠，甚至真心相待，事事所向都是甄嬛。至于是不是故意弄掉果郡王袖子里的小象，这大概是浣碧清楚甄嬛和果郡王再无可能，为自己搏一个机会吧。毕竟《甄嬛传》，《甄嬛传》这是以甄嬛的视角去叙述所有的事儿，其他人究竟经历了什么，谁又能知道呢？看过《甄嬛传》的观众都知道，玉娆和浣碧都是甄嬛的妹妹，那么为何玉娆不亲近浣碧呢？离不开以下这5点原因。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其中的缘故。首先，两人对金财玉帛等身外之物的看法不同。这位王爷心思倒也别致，不似寻常俗物，只懂送些金啊玉啊的。这里嬛嬛从甘露寺回来后，被册封为熹妃。此时果郡王送来了合欢花作为贺礼。玉娆听见了果郡王送来的贺礼，很是欣赏，觉得这个礼物很别致。而金银玉器这些在玉娆眼里则是俗物。比起俗物，玉娆更看重的是送礼者的心思。那么浣碧对金财玉帛是什么看法呢？任凭他有什么好东西，难道咱们永寿宫就没有吗？浣碧的这句话不仅体现了她非常在意这些东西，而且还喜欢在这方面进行攀比。安陵容得宠时，浣碧对甄嬛说的这番话也可以说明这一点。一会儿是苏州的浮光锦，一会儿又是皇上欣赏的宝石簪子，好像我们没见过似的。而且两人对姐妹情的处理也大不相同。而且那步摇上的海棠花是姐姐所钟爱的，姐姐喜爱的，臣女不会沾染毫分。从玉娆的这句话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玉娆永远不会和甄嬛争抢。而如果说玉娆是姐姐喜爱的臣女，不会沾染毫分，那么浣碧则是姐姐喜爱的臣女，全都要沾染。为何这么说呢？其实从几个细节的对比就能表明这一点。皇上在呢，我怎么敢在里面待呀？这里浣碧抱着几株荷花回来，看见流珠站在树下，就问流珠怎么不在屋子里面给嬛嬛扇扇子。而流珠的回答表明了皇上在里边，他们这些丫鬟还是不要在跟前待着，以便给两人独处空间。可浣碧听说皇上在里面，心思立刻活络了起来，马上抱着荷花闯进去，在皇上的视线看过来时，还假装惊慌失措，说不知道皇上在里边。皇上说让他放下东西就下去吧。结果浣碧反而抱着宽口瓶舞到皇上跟前来，然后慢慢将怀里的荷花放入瓶中。果然此举引起了皇上的注意，皇上问他为什么要把荷花放在宽口瓶里。让我们来看看浣碧是怎么回答的。回皇上，奴婢心想，要是花浮在瓶里，就好比开在水上，会更加好看一些。浣碧的这一番回答，想来进门之前就已经想好了，为的就是在皇上面前表现自己的心思细巧。果然得了皇上的夸奖后，
浣碧才心满意足地退下，临走前还向皇上含情一望。此时甄嬛和皇上感情正浓，而浣碧却上赶着向皇上献媚，为的就是想让皇上看上自己，好分甄嬛的一杯羹。后来浣碧更是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在皇上和甄嬛吃饭的时候，浣碧一把抢过嬛嬛要端给皇上的豆浆，献殷勤地盛给皇上饮用，以便让皇上注意到自己。结果被穿搭博主大胖菊点评说这样打扮俗气。以上这些都是浣碧对大胖菊的有意撩拨，虽然最终未遂，但也能证明，即使甄嬛和皇上那时是两情相悦，浣碧还是能够不顾及甄嬛的想法，千方百计地想要爬上龙床。后来甄嬛与果郡王相恋，却因为一次意外阴差阳错地分开，导致两人这辈子也再也不能长相厮守了。可甄嬛与果郡王的心里还是深深爱着彼此。浣碧知道这一点，可还是想了个法儿，让果郡王最终迫于无奈娶了她。从意图勾引皇上到设计嫁给果郡王，可以说浣碧做的每一件事儿都不曾考虑甄嬛的心情。这一点也与玉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，浣碧在沈眉庄葬礼上的表现，也是玉娆不亲近她的原因之一。沈眉庄的离世对于甄嬛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，甄嬛感到万分悲痛，以至于甄嬛在沈眉庄的葬礼上泪流满面，而能来参加此次葬礼的也都是沈眉庄的亲近之人。葬礼上洋溢着悲伤的氛围，玉娆在吊唁沈眉庄时也是表情肃穆，只在离场时和站在台阶下熟识的慎贝勒略微行礼对视。而当时果郡王就站在慎贝勒跟前，但玉娆看都没有看一眼，可见玉娆的礼仪教养很好，做到了对于不熟的外男坚持目不斜视。而浣碧却跟在玉娆身边问了这么一句话：和慎贝勒在一起的就是17爷，是不是很风姿出众？听见这句话，玉娆当时就不想搭理他了，直接让他别再跟着自己去伺候甄嬛吧。为什么玉娆不想搭理浣碧呢？因为在葬礼上，大家都保持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态度来吊唁逝者，而浣碧的关注点显然不在葬礼上。沈眉庄和浣碧也算是旧相识，浣碧对人家的离世不感到伤心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在葬礼上花痴果郡王，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同理心。没有同理心的同时，也很没有分寸感。果郡王是皇上的弟弟，甄嬛是皇上的妃子，而浣碧作为甄嬛的陪嫁丫头，自然要跟甄嬛一样，不能与果郡王走得太近。而浣碧居然在葬礼上就一双眼睛粘着果郡王，这是非常不妥的。而且大家都知道浣碧是庶出，又因为母亲是罪臣之女，导致浣碧连甄氏族谱都入不了。这件事儿就像浣碧心里的一根刺一般，时常刺激着浣碧。因此浣碧非常看重未来夫婿的家世和出身。在果郡王撮合浣碧和阿静时，从浣碧的反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。王爷，即便阿静愿意，我也是不愿意的。小姐要在甘露寺中修行一辈子，若离了我，就只有锦汐一个人了。况且我视小姐为长姐，我怎么忍心让小姐一个人受苦，自己却贪福嫁人去了？这里浣碧用甄嬛做了挡箭牌，可真的是因为甄嬛吗？其实不然。浣碧不愿意嫁给阿静，本质上还是因为阿静虽然和王爷从小一起长大，但到底还是个下人。而浣碧的心气儿很高，她绝不会愿意嫁给一个家世出身不高的人。那么玉娆对未来夫婿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我宁愿嫁与匹夫草草一生，也断不入宫门王府半步。从玉娆的这句话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玉娆对未来夫婿的家世出身是毫不在意的。下面玉娆和浣碧的对话也更加可以凸显出两人的择偶态度大不相同。你不介意他母亲出身寒微吗？他也从未嫌弃过我啊。从这一问一答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即使慎贝勒贵为皇上的兄弟，浣碧还是嫌弃人家母亲出身微寒。而在玉娆的眼里，他和慎贝勒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可以说两人的择偶观大相径庭。这也是玉娆不亲近浣碧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另外，皇上还曾说过玉娆性子刚烈，这一点皇上说的很对。玉娆刚烈的性情中有着不能践踏的原则和底线。真玉娆就是真玉娆，只可独一无二，不能为人替身。
从玉娆说的这句话里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玉娆对爱情的原则是绝不能为人替身。那么浣碧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？而我，就是因为有几分像你，所以才有机会接近皇上。从浣碧的这句话中，我们可以知晓，在浣碧的心里，只要能够嫁给自己想嫁的人，是不是被当作替身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只是嫁给那个人。而后面她明明很清楚，果郡王心里一直爱着的人是甄嬛，可还是用计成功嫁给了果郡王。可见对于浣碧来说，婚姻双方是不是两情相悦也是不重要的。从以上这些我们可以看出，浣碧的爱情没有任何原则可言。以上这些细节完全证明了玉娆和浣碧根本不是一路人，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只有相似的人才能够成为知己。有些人从出生开始便是悲剧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儿不成。在《甄嬛传》中，浣碧就是这种类型的人。在剧中，浣碧的父亲虽然是大理寺甄远道，但母亲却是个汉人，偏偏又是罪臣之女。这样的身份就注定了浣碧她母亲无法嫁入甄府，这也就导致浣碧不能做正经的甄家小姐，无奈之下只能以甄嬛贴身丫鬟的身份待在甄府。随着甄嬛被选入宫中，浣碧也以贴身丫鬟之名入宫。可入宫后的浣碧却心比天高，她不知道她和甄嬛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一次次的上位心理导致她中途背叛了甄嬛。虽说甄嬛在一次次的构陷中查出了是浣碧所为，但其实浣碧想要上位的心理早就在甄嬛发现之前，皇上就察觉出来了。首先，甄嬛在选秀当天结识了安陵容，并在回府当天让刘珠去请安陵容到府中。安陵容来到甄府门口，一眼就看到了浣碧，同时安陵容看到浣碧的穿着比自己都要好，于是就忍不住发出了这样的疑问：丫头都打扮得这么华丽，刻下甄府是多么的气派啊！可见甄嬛平时待浣碧就已经足够好了，不然也不会让人从穿着上误会浣碧是小姐。只可惜浣碧太过于小家子气，小心思也比较多。当浣碧知道甄嬛成功入选，即将要入宫时，浣碧就直接问刘珠，甄嬛进宫她会不会跟着去？刘珠则是很干脆地回答，小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但浣碧心里却盘算着进宫对自己有没有好处。不仅如此，浣碧还在甄嬛和安陵容学习礼仪期间，碰巧方若姑姑说到如今的皇后是庶出，于是浣碧就马上发问，听说当今的皇后是庶出？可见浣碧心里眼里是藏不住的，想要往上爬。因此当浣碧陪同甄嬛自打进宫那日起，浣碧就无时无刻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。在未分第一集都要给对方行大礼的后宫中，虽然浣碧嘴上说着规矩要紧，可是咱们来看甄嬛入宫当天支走丫鬟太监后，整个寝宫只剩下甄嬛、浣碧以及刘珠。这时刘珠看到了甄嬛累了，就急忙给甄嬛按腿，可是浣碧却只顾自己，并且还和甄嬛平起平坐。看似浣碧是顶着丫鬟的名分，实际上她的待遇却处处高于其他丫头姐妹们一头，连吃穿用度都和旁人不同，也怪不得慢慢熟络的槿汐会起疑心。也正是因为浣碧知道自己是甄府的二小姐，又因为浣碧看到同样是小姐，却与甄嬛待遇却不一样，于是浣碧就渐渐有了上位之心。碰巧又因为浣碧在给她的母亲烧纸时遇到了曹贵人，一个被甄嬛宠的吃穿用度都和旁人不同的红人，竟然要跑到碎玉轩外尽孝心，并且还打死都不敢让自己的小主知道。曹贵人看到浣碧的这通操作，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，于是擅长心理战的曹贵人通过三言两语一眼就看透了浣碧的小心思。原来浣碧不缺什么金银财帛，她缺的只不过是一个能让自己当家做主的机会。这时浣碧曹着曹贵人不揭发自己，又肯帮自己，于是浣碧和曹贵人一拍即合，两人开始搞事情。也就是从曹贵人撞破浣碧私自烧纸当晚起，浣碧就一边给曹贵人透露御花园甄嬛与胖菊出狱的八卦，又一边盘算着怎样用荷花水上漂引起皇上的注意。另外浣碧还按照华妃的要求去御膳房拿木薯粉，紧接着又是穿绿带粉抢着给皇上上菜。只可惜浣碧忙来忙去还是一场空。其实见识过众多女人的皇上早就看穿了浣碧的心思。第一次是在皇上照常去碎玉轩找甄嬛唠嗑时，刘珠害怕盛夏蝉吵到甄嬛和皇上，便在庭院沾蝉。这时浣碧抱着一把荷花和刘珠瞎聊了几句，并且刘珠清清楚楚告诉了浣碧此时皇上在里头，可是浣碧却耍了小心机支走了
刘珠，同时还假装不知情，抱着荷花闯入了甄嬛的寝宫。这里咱们来看一下浣碧表里表气的演技。明知皇上在和甄嬛谈风论月，浣碧还故意摆弄荷花，很明显浣碧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显摆她的心灵手巧，别致的插花方式也的确受到了皇上的夸奖。可是咱们看鉴表达人的皇上却是这么对甄嬛说的：果然是你调教出来的人。第二次则是皇上下朝，跑到碎玉轩吃饭时，浣碧和刘珠提前就知道了皇上要来，并且作为甄嬛的贴身丫鬟，浣碧还得提前到场伺候。可这时的浣碧却是不紧不慢地为自个儿梳妆打扮。不仅如此，在饭桌上，由于甄嬛干政让皇上不痛快，于是甄嬛为了缓和气氛，特意为皇上盛粥。然而甄嬛刚拿起碗就被浣碧抢了去。浣碧这么明显的举动，皇上立马就注意到了，但这一回皇上一点面子都不给，直接吐槽她审美不行。因此浣碧觉得委屈，就跑出去偷哭了。这时咱们听皇上是怎么对甄嬛说的，这可以说是赤裸裸的暗示了。皇上就差明明白白的和甄嬛说浣碧不行。于是在浣碧铤而走险，故意和曹贵人联手，希望得到曹贵人的举荐，成为小主被抓包后，甄嬛没有和浣碧多说一句，而是直接和浣碧说明了我知道你的身份。同时甄嬛也说出了浣碧的心结，并表示自己其实一直对她很关心。这时吃了定心丸，浣碧才稍微安分下来。也正是从甄嬛的这些话中，浣碧才明白，在后宫中她能依靠的也只有甄嬛了。与其说甄嬛心理战厉害，倒不如说是皇上看人也看得太透彻了。《甄嬛传》中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心比天高，期盼着一朝飞上枝头变凤凰。他为了成为嫔妃，不惜背叛自己的小主。他就是甄嬛同父异母的妹妹浣碧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浣碧暗藏的那些心机。当时皇上一如既往去碎玉轩找甄嬛唠嗑，刘珠害怕剩下的蝉吵到甄嬛和皇上，便拿起竹竿在庭院里粘蝉。这时浣碧抱着一把荷花和刘珠瞎聊了几句，刘珠清清楚楚告诉了浣碧此时皇上在里头，提醒浣碧不要进去打扰了甄嬛和皇上。可浣碧却耍了心机，支走了刘珠，并假装不知情，抱着荷花闯入了甄嬛的寝宫。看到皇上果然在场，浣碧直接表了起来：皇上饶恕，奴婢不知皇上在这里，实是无心之事啊。小主，浣碧不是有意的。接着浣碧没有快速放下荷花离去，反而还故意找来了一个大盆，细细的摆弄荷花。浣碧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显摆她心灵手巧，而这别致的插花方式的确受到了皇上的夸奖。只是皇上这个鉴表达人却把夸奖对准了甄嬛。果然是你调教出来的人。很明显皇上看穿了浣碧的心机，碍于她是甄嬛的贴身丫鬟，便客套地夸了一下。被皇上看出一次心怀不轨后，浣碧还不死心。当时皇上下了早朝来碎玉轩吃饭时，浣碧和刘珠提前就收到了皇上要来的消息。作为甄嬛的贴身丫鬟，他们得提前到场伺候。可浣碧却不紧不慢地为自个儿梳妆打扮。除此之外，甄嬛为皇上盛粥时，刚刚拿起粥刚盛好，就被浣碧当场抢了去。我来，皇上请用。皇上立马注意到了浣碧这番殷勤的举动，虽然皇上接过了浣碧手中的粥，但这回的皇上烦透了，一点面子都不给，当着众人的面直接吐槽浣碧的审美不行。打扮的甚是俊俏，多谢皇上。绿裙娇俏，只是用粉红花朵点缀，又着粉鞋，未免俗气。浣碧原本想着吸引皇上的注意，结果皇上真的注意到了，只是弄巧成拙，反被皇上无情地吐槽了一番。甄嬛为了缓解尴尬，让浣碧去换套衣服，于是浣碧立马跑出去偷哭了。浣碧走后，皇上忍不住暗暗提醒甄嬛：一旦奴才心有怨恨，主子吩咐下去的事也不会做好。皇上这分明是赤裸裸的提示，只差明明白白地告诉甄嬛浣碧这人不行。于是在浣碧铤而走险地和曹贵人联手，希望得到曹贵人的举荐，成为小主被抓包后，甄嬛没有和浣碧多说一句废话，而是直接和浣碧说：其实我知道你的身份，吃里扒外的事儿我见多了，想不到如今害我的是我的亲妹妹。瞧着浣碧还不悔改，甄嬛明白她的心结，于是甄嬛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直接告诉浣碧自己一直都对她很关心。
并还为他的将来做了长远的打算。在这宫中，我虽不能与你姐妹相认，到时候我会让你认父亲为义父，从甄府出嫁。你娘的牌位自然也可以入甄氏祠堂，你的名字亦可入族谱，你的心愿也可以了了。这时浣碧吃了定心丸，终于安分下来了。也正是从甄嬛的这些话中，浣碧才明白她能依靠的也只有甄嬛。她和甄嬛的关系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于是浣碧斩断了与曹贵人联手的念头，一心跟随着甄嬛，最终嫁给了果郡王。